好啦，我们稍微总结一下这一次的第7弹的内容。大家有没有觉得第7弹很庆幸终于结束了呢？哇，终于这个难玩的一弹终于结束了，真的是太好了，太好了。那我想在现场就是 Finals 的时候，现场好像也没有几个玩 Arena 的玩家。然后我的这一套是没看到竞技场率，真的没有没看到什么竞技场率。但说实在的，竞技场率还不如龙与龙还要来得好。我是因为没有收到那个啦，我是没有收到零将。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deck having more non-arena cards. Where can I see the list? 收到零将的那个巧克力零将，不然我会玩那个会玩竞技场率。我是觉得很想赶快进到第8弹啊，因为我在翻译第8弹的牌啊。我觉得第8弹的话，官方有蛮大胆的设计。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了第8弹的新牌呢？那就稍微来看一下英文版的内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有一些官方有公布的一些资讯，就是在英文版的内容，我们快速的检视一下，因为它有一些重要的资讯在上面。台湾这边的有一些那个 partner change， 它就是会有些更改。那在我们的10月31号有更改。那主要是看这边就是代理商也就更换了。但韩国这方面应该是蛮重视台湾的这个地区的，因为毕竟是第一个他们拓展海外的一个市场，所以他们其实给了我们台湾很多的一些经费或者是一些台湾地区特有的一些东西，所以韩国方那边都会觉得说，怎么像雷神桌垫啊，什么桌垫啊，怎么台湾有啊，怎么韩国本地没有，他们就会有很多抱怨什么之类的。那我觉得比较令人期待的这个讯息是在讲，就是第一个是全球统一要用英文版本的，是 English version 的版本。那台湾区呢是可以使用中英混合的，这个是没问题的，你不用再去多买其他的牌来去使用。再来呢，就是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事情是，台湾这边会举办其他的赛事，因为这边有更换代理商，所以他可能对于玩家的这种信心嘛，希望能够让有一些已经离开的玩家能够回国，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方面会蛮希望能够再拉回一些人，甚至是拓展新的一些伙伴或者是饼友。所以这边有增加了几个活动，是台湾2周年的那个活动，还有是 Special Stage， 那另外是台湾限定赛事的活动。这个希望是能够有更多的一些小比赛啊，比较像这个台湾的那个 Finals， 就是它 Season 2、Season 3的间隔真的是太久了，那中间也没有一些能够填进去的一些活动赛事。那你靠的这个 Cookie Party 好像也都没有让玩家有更多的感觉，所以比较可惜，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在大赛之间塞一些活动进来，我就觉得是更好的一个选择。好，那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了，就是我们新卡的内容。台湾这边它确定好像会翻译了吧，就是会翻译，但卡面不会翻译啦，但官方网站确定会翻译成中文，所以其实我做的这个就是暂时的一个过渡啦，就是如果大家想要看新卡的话，其实可以，你想查新卡的话可以查。我觉得我这个比较有优势的地方是，你可以查比如说你在跟别人玩的时候，你可以查一下，就是说你看卡片编号，比如说它是第12号，就直接搜寻，然后就会直接跑出第12编号12的卡片，你就可以快速看一下它的效果。那你也可以查一些单字像蛋糕犬，它也是能够直接把蛋糕犬所有的蛋糕犬名字有蛋糕犬的全部都跑出来，所以你要查一些东西的话会非常方便啦。我不知道官方可能就是分类吧，就是 Level 1、Level 2、Level 3，然后有一些效果的把它分类。那我觉得我这个网站稍微有点优势的地方是，它可以你直接打编号，它就能够跑出来105，第105号的就会直接跑出来。那另外我还有做一个搜寻的一个方式是，你可以查一些相关的关键字，我有一些分类，所以像这样子在自己回合中的一个分类就能够查到一些相关的一些牌在里面。那我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介绍好了，就是
因为新卡太多张了，那我觉得一次可能讲不完，但是我们就是靠有公布的一些牌组来去做介绍吧。这是菲律宾那边的网站公布了新的牌组。那这套牌呢，是他们不知道是他们收集到什么样的资料收集到的，可能是韩国那边的资料吗？还是他们自己就是预设的，就是他们自己想的卡片构组，不确定，他没有写资料来源，但大家也可以大概参考一下，可能可以怎样组。那这套我是会称呼它是那个打狗牌组啦，就是不断的把狗打晕倒。那得到一些效果，所以他这边放了很多张跟蛋糕犬相关的卡片。我们先稍微来看一下蛋糕犬的效果好了。蛋糕犬的效果呢，都是在自己的回合中的效果，它每一张都是这个效果，就是在自己回合中这样的效果。像是石榴饼干就有放，他们好像都各放3张，就是每一个蛋糕犬都会放，但是就是也没有哦，1、2、3、4，少了一只蛋糕犬这个。纯粹的蛋糕犬这个没有放。那蛋糕犬效果就是它只要在自己回合中被晕倒的话呢，它就能够放到从休息区直接放到弃牌区，也就是说它不会堆等级啦。那像这张石榴蛋糕犬就能够抽一张牌。那巫师的蛋糕犬呢，就是紫色的感觉很像紫色的那个牛柳糖加糖糖曲球的套路很像啊，它就是能够再登场一个不堆休息区等级，反而还能够再让一张蛋糕犬跑出来，所以你就能够晕倒2只蛋糕犬，就是靠这个方式啦。石榴蛋糕巫师晕倒了之后呢，然后他就再叫出一只蛋糕犬出来，你再把它用场地卡打晕，然后就能够达成 extra 的条件了，就能够召唤出3等无血的那张神兽。好，那这个就是加血的，这张我觉得蛮强的，就是它能够晕倒之后。而且它条件蛮宽的，是剩余血量 HP 为5点以下的饼干获得 HP 加1点所以还蛮不错的。那灰狼的话呢，是选择一个对手饼干造成1点伤害，这只是纯攻击型的。这套牌组的话，我稍微看了一下，它这个蛋糕犬的缺点就是它1血而已，所以你基本上不会在起战的时候登场蛋糕犬，所以这套牌组打狗牌组的话，它会占2等饼干。应该是会占2等饼干，或者是直接占，可能手牌不够的话，可能就先占一下3等6血的白糖天鹅饼干来去战场。这个是专门打狗的，就是红丝绒蛋糕饼干，它是能够在攻击完之后呢，把一个饼干直接晕倒。那晕倒了之后呢，它还能够透过它的技能再去点对方1点。所以起战的饼干应该会是这一只，或者是那个蛋糕军团这一只。这只可能更好起战，因为它3等无血，从弃牌区登场最多一个那就是这只咯。所以登场的话会用这一只，因为它放了4张嘛，所以你可以用这张起战。那如果你场地卡也来的话，它这个场地卡是用拔血的吗？真的耶，它是用拔血的。它这个绿洲是拔血的，拔血加工的，是不是？对，但它要2个费用才能够放在场上，所以这套蛮明确的。就是不断让蛋糕犬离场，然后再搭配像是怪物军团或者是红龙丝饼干、蛋糕饼干，能够去烧别人1血的套路。那可能在堆的比较高之后，再下那个我们新的 UR 卡这张烈焰香蕉饼干，再搭配它的果酱，能够做出很强大的伤害。因为烈焰香蕉饼干它是能够在每达到3个等级之后就加1攻。所以它如果3等的话呢，就是3打4； 4等的话呢，6等的话呢，就是3打5，它会越来越强。然后再搭配果酱的效果，红色的果酱其实蛮强的哦，它会让看一下果酱，红色的果酱，它的一个很关键的效果是让休息区等级为8之后，对手就不能发动 trap， 所以你在尾盘的时候会非常的痛，就是你可以3打6，然后对方还没有办法去做防御。它会比白糖天鹅还要更好，所以你在尾盘的话，你基本上是能够稳稳的去收，除非对手的血量很高或什么的。那皇冠是什么效果呢？红色的它放了4张的皇冠，好像是能够加血的，对不对？看一下道具卡在哪里？史界饼干晕倒，从弃牌区将最多2张。这个是补充手牌的效果。这个就是把蛋糕犬捞在手上。好，那看起来补充手牌的效果会靠这张。
但如果我玩黄色玩这一套的话，我会蛮想要放在6弹出的那个1等3血的织草饼干，它在回合结束时能够拔1血，把它收回到手上，我会觉得这张可能会有一些蛮特别的效果，在结束阶段应该也算自己回合啦，所以拔掉的话还是能够做一些效果，而且重点是你还可以补充1张手牌到手上，所以我会蛮推荐可以去发挥看看这一张的卡片的效果。全抽牌哦，那没错啊。那这样抽牌的话，其实就蛮稳定的。就反正蛋糕犬都要在自己回合把它弄死嘛。12张抽牌哦，好，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这个第2套，这套就是比较是原本的那个红色的改版，原本红色的改版还是有放果酱哦，而且小野莓能够搭配新的果酱，是吗？小野莓能够搭配新的果酱吗？我忘记了，天哪，我怎么会忘记这个事情？我来看一下，应该是可以吧？可以那可以哦。所以这套牌的强度还是在于3等的这张烈焰香料饼干。那重点是它放了一张每个颜色都有的那个阻挡者，就是我们现在每个颜色都会有一个阻挡者，而且这个阻挡者的效果更好，它是可以3打2的，所以它更能够撑场。看一下阻挡。现在每个颜色各有1张，这个毒蘑菇饼干呢，1等3血3打2，所以它伤害更高一些。那这个套牌组放了4张，所以你前期的起战就是可以直接下毒蘑菇下来。所以这套牌组就是比较是你如果不想要太复杂的玩法，像蛋糕犬那个可能就会需要去计算手牌的数量，跟蛋糕犬你可能要去搭配。那这套牌就是蛮直观的，你有多少伤害就打多少如果你很怕饼干晕倒的话呢，就下毒蘑菇饼干来撑场。那到尾盘的话，8等的时候8等9等的时候呢，就下烈焰香料饼干来去做攻击，这个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操作。这套感觉也蛮不错的，中规中矩的红色玩法，也蛮适合新手的感觉。好啦，红色牌组就介绍到这边啦。那下一期节目再继续来介绍我们的黄色跟绿色的牌组分别有哪些新的第8弹牌组可以来去使用呢？好，我是多绿，感谢今天大家观看，我们下一期再见哦，大家拜拜。